撒贝宁这辈子唯一一次当众硬刚嘉宾的居然是六小龄童。你以为他是临场圆场，知道他上学靠啥换饭票，才懂他这一刻的含金量。2014年六小龄童上开讲了，聊《西游记》。作为86版孙悟空的扮演者，他一直是很多观众心里公认的正统美猴王。聊到西游 IP 的改编，他直接点了《大话西游》，话里全是不认可。不能接受的就是把比如说像《西游记》这样一种成为真正世界各地认可的为数不多的中华民族的经典，我们的国人去恶搞它。我在新加坡有一个演讲，我讲到最后的时候，有一个老华侨跟我讲，张先生啊，你回去以后跟内地大陆那些年轻的朋友讲啊，我们中国自古以来不缺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希望给美猴王留下一片情感的爱情的净土啊。话音落下，全场直接冷住，没人敢接话。就在气氛僵住的瞬间，主持人撒贝宁拿起了话筒，说出了很多观众想说又不敢说的话。大话西游这个电影我也看，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同学挤在一台小破电脑，就那么大点屏幕上面，也看了好多遍。其实我在看这个的时候，我脑海里我也感动，我也喜欢这部电影，但是我脑海里觉得这个电影跟《西游记》没什么关系。它是用了西游这个名字讲述了另外一个故事，真正感动我们的是故事，而不是这当中对于西游的解读。播回应真的是高情商范本，既给足了六小龄童面子，尊重他对经典的坚守，也讲透了大话西游的本质。他从没说自己是正统西游，大话俩字儿本就是荒诞故事的意思，只是借了人设外壳，讲了个独立的遗憾故事。你可能不知道撒贝宁这么挺周星驰不是凭空来的。我当时念北大的时候，基本上有大概2-3年是以模仿周星驰的电影为生。没错，我说的是以模仿他的电影为生，因为那个时候环境艰苦，经常到了差不多月底的时候，饭票就用完了。每天晚上我就会到各个宿舍，在大家睡觉之前跟大家聊天，然后表演所有他们能点得出名字的周星驰的电影，以及他们指定的桥段。我会分毫不差的把所有的台词表现出来，而且是演出来。演完之后，我能获得第2天的饭票。那时候他生活费紧张，月底总断粮，就靠串宿舍模仿星爷片段换饭票，撑过了大学最清贫的日子。为了能当面采访周星驰，他还差点赌上自己的职业口碑。当初节目组受舆论影响，打算把周星驰从嘉宾名单里拿掉，撒贝宁知道后直接据理力争，念念不忘，必有回响。2015年，他终于在节目里见到了偶像。我一直在期待着一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开讲，和大家分享他的故事，但是一直没能有这样的机会。今天我终于能够有机会和这位嘉宾面对面的去分享一下他心中的电影，以及他对自己电影的期待。他的名字叫周星驰。平时控场游刃有余的撒贝宁，那天活脱脱一个紧张的小粉丝，连对视都怕情绪失控。整场采访没什么花哨包装，全程聊创作聊初心，成了很多观众心里印象很深的一场访谈。作为导演，《美人鱼》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这就是一个超级的大片。是一个超级大片，那有多大呢？就看你到时的屏幕有多大了。有人说追星就是追光，好的追星是循着光，自己也变成光。当年星爷的作品陪他熬过低谷，如今他用自己的方式守护偶像的初心，两人都在各自领域发光发热，这大概就是追星很动人的样子。